哎，他们人呢？吃饱了，被药庄去了。我那个女孩拖走了药王。哦，他交代你赶快把这个规划稿送到药庄给他。晴儿，哎，送去会药庄。哎，好嘞，谢谢客官。发生了何事？查到下落了，大皇子去了天启，其他人去了他们。果然，无双城内战他们既然败了，必然会寻找新的目标。没想到居然会是唐门。哼！哎呀，这个唐门呢，是最擅长读书邪道的门派之一。要是这个叶雅带着营口的话，那这个事情就不简单了不？唐门是琅琊王的势力，之前刺杀唐二老爷的任务，就是针对琅琊王最看重的唐连月。或许，这背后站着的，就是大皇子。所以，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哼！雨墨还在调查唐门的情况，先给他一些时间。我们最近做些别的吧，苏沐雨。我们答应过暗河的子弟，会带着他们走向彼岸。南安城，你觉得如何？在这里开宗立派，怕是有些人会不答应。此事就交由我来做吧。哼，行，若是交给我，南安城谁要不答应，我就一刀把他宰了。那我便不管了啊。苏家主，你们怎么一起来了？谁伤的你？常烈。我和雪薇刚到南安城，就看见昌黎被凌霄宗的弟子给赶出来了。本想着给对方一些教训，雪薇连督长都已经抬起来了，可昌黎却说你跟大家长有令，不得伤人性命。大哥和家主让我去找一块风水宝地，我在牙人的介绍下找到一块景好地好的山庄地皮，可那地皮是南安凌霄宗的。凌霄宗的几个弟子不知哪儿来的消息，一见面便看破我是暗河之人。他们说暗河不被南安城欢迎，暗河要想在南安城偷偷摸摸驻扎，他们不管；但要是想光明的住下，他们头一个不让。哦，他们还说暗河鼠辈趋向光明，难道就不怕灰飞烟灭吗？想必这位便是苏家主。我奉师命追随暗河子弟而来，多有叨扰。哼，没想到你们竟真的见不得光。我居在一家药庄里头。暗河已非昔日之暗河，如今想在南安城开新宗除旧派，凌霄宗也不许吗？这些地皮多为富户所有，而我们凌霄宗与滴水仙方和那些富户关系亲近，我们是不会让他们卖给你们暗河一寸地方的。我们宗主说，暗河沾的血腥太多，南安城庙太小，容不下一尊修罗。宇哥，怎么回事？怎么红熙和子怡都来找我看外伤？苏昌黎，你怎么也受伤了？跟我来，我给你包扎。好。原来你们特意让我们来南安城，就是为了这件事啊？你们这是要在南安城开宗立派啊？想想就不是件易事儿。早知道我就跟七刀叔换换了，他不也是家主吗？我呢，就和雪薇留下来，镇守暗河，让他来。算了，他来了的话，指定把那些人一刀都给砍了。告辞，慢走，慢走。等等，苏公子，我知道你与鹤羽药庄的那位神医有关，不
不是我为难你们，实在是凌霄宗和滴水仙锋说了，不能卖任何一块土地给你们了。您实在要寻一块地皮的话，不妨去长生门的驻地打听打听。长生门，哎，这长生门呐，并非南安城本地的事，是从四怀城那边过来的。虽说这强龙不亚地头蛇，可就是这条过江龙，偏偏从凌霄宗和滴水仙锋的嘴里咬下一块肉了。哎，现在南安城里那些不在两派控制下的土地，正是归他们所有啊。多谢。站住！叫你来怎么这样子？住手！住手！谁啊？他不过是一个孩子，何必下这样的杀手？你们说好，我打赢了擂台之前，那便归我的，为何言而无信？你一个客栈跑堂的，怎么可能打得过我们长生门的刀手？就是，定是用什么诡计赢的。跟我们回去好好交代。谁会一辈子做一个跑堂？我就是靠自己赢的。我知道。这位兄弟，你若再敢多管闲事，最低劣的勇气，来自于愤怒。不会是在这站着呢吧？但我们的刀怎么断了呀？啊！我刚才感受到一股很强的内力。谁在这里闹事儿啊？大哥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啊！谁把他的刀弄断了？是我。你是谁呀？从哪儿来的呀？葛兄。哎，你大爷！敢直呼老子的名讳，我找死吧你！哎，等等，哎，你怎么知道老子的本名啊？啊？这是葛长生，长生门的门主。黑水寨一别已有3年，看来长进不少。哎，你是？那个，误会啊！既是误会，那为何他们还举着刀？啊？哎，放肆！你放肆！不，那个，我不是说你啊，我是说他们。你们是不是傻？是不是傻？你们，快把他收起来！是。那个，属下管教无方啊，别介意啊。听说你是四怀城的恶霸，可这是南安城，你对这里也很熟吗？这里人多眼杂的，正好我也有事，需要拜托你帮忙。啊？哎呀，当年幸得苏公子手下留情，我才能留下这条性命，才有了今日的长生门呐。你当年虽然在黑水寨做事，却救了不少无辜之人。你的命是自己留下的。不提这些往事了，聊聊我所说之事。这暗河在南安城内开宗立派，这件事情很难聊啊。如今的南安城中，我们连一个愿意把地卖给我们的牙人都找不到。哎，不过，既然我正好在南安城办事，又正好在这儿遇见了苏公子，那么这件事情就包在我身上，我保证，明儿一早就将地契交送到药府。那便有劳了，多谢。哎，客气了。这什么破阵，跟个乌龟壳似的，一个破绽都找不到。这可是我自创的阵法，连你的毒都能防住，一时半刻可发现不了破绽。不，
我发现了破绽。哦，是吗？你先把你这乌龟壳收了，我就告诉你。什么破绽？我死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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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装什么装啊？我根本就没碰上你，早就防着我这一招。我就是想逗你笑笑。学妹，你说我这阵法配上你的毒，如何？如果那样的话，宇哥，你们聊完了？聊完了。所以，我们什么时候把暗河的驻地搬到这里来？或者干脆把药庄搬到暗河里去算了？你这什么馊主意？你是让病人来暗河来找陈毅治病吗？谁会来？这个问题，或许明早便能解决了。长生门的人还没到吗？是，这都中午了。你说那葛长生，他是不是食言不来了？再等等。公子，长生门外一大早就来了好多官府中人，他们将葛门主抓走了。我也是好不容易才逃出来。那些官府中人说葛门主杀了知州之子。什么？这可真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我知道你要去做什么。你可查到什么？葛长生，四怀城大名鼎鼎的破烂王，长生门门主。他这次和知州之子有一笔古董交易，但是这笔交易已经达成。这是昨晚发生的事。昨晚？葛长生昨晚只做了2件事。第一件事就是拿到了山秀庄园的地契，这应当是昨天他答应你的事情。第2件事就是去知州府交易，但是在他离开后不久，知州之子就被发现暴毙于自己的屋中，葛长生就成了最大的嫌疑人。现已被暴怒的知州大人投入了牢中。站住！又是你，苏家主，只要你带着暗河中人离开南安城，葛长生便会被放出大牢。这是凌霄宗的意思？这是自然，我们会放过葛长生，但是暗河与长生门必须给我滚出南安城。滴水仙方目前已经守在长生门的驻地，他们自然是一个意思。你们2家这是联手了？没错，识相的话就立马。你没资格和我对话。我，你，这是凌霄宗掌门。有这个资格和你对话吗？此去，再过去一条街便到了知州府。你想见知州啊？苏沐雨，你疯了吗？你也没资格。鹤羽药庄预嘱知州大人查验公子尸体。你是何人？听闻贵府公子身亡，凶手是名江湖中人。是又如何？你是来替这个江湖中人求情的？他死不足惜，罪该万死。若我能证明凶手不是他呢？你说什么？神医大病初愈，还请劳烦知州大人随我到药庄走一趟。敢问知州大人，贵公子的死因是？少爷心口的匕首是那葛长生的心爱之物，这不是显而易见，是葛长生用匕首杀死了少爷。仅凭一把匕首就能判定杀人凶手，也未免太武断了些。说得不错，他不是死于锐气，是被人在酒水中下了毒，死后再将这柄匕首插入胸口的。你又是什么人？神医之名我听闻已久，只是仵作才验过尸体，
并没有发现任何中毒的迹象啊。因为这不是普通的毒。失去魂丹，中此毒之人，死后甚至心脏都还在跳动，与常人无异。可是脑子呢，却已经被尸虫啃食得一干二净。所以你们的仵作查不出来，还以为这刀是在人活着的时候被捅的。你们可以开颅看一看，可是要小心那些尸虫。若是被咬了，只能等我那小师侄从山上采药回来，才能救你们。我可不擅长和这些恶心的东西打交道。南安城中哪个门派擅长用毒呢？赶紧去查。是。这说，长河，羽毛那边有他们的消息吗？没有。怎么了？他们的事，或许能成为一个契机。契机？你想和唐门结盟？我思来想去，他们是最合适的。他们虽是一个大派，修的却是暗器与毒术。当年立派之时，同样不被世人所重，与如今的我们一样。还有，你前几日和我说，与大皇子有关的夜鸦往唐门方向去了。夜鸦修的是药人之术，这背后定有阴谋，甚至还有可能是针对琅琊王的。没错，你想通过帮唐门解决这个阴谋，来换取结盟的可能，甚至可以和琅琊王建立某种联系。什么？那最后我们暗河还是要吃皇粮？那和以前跟尹宗有什么区别呢？琅琊王不一样，他代表着北离最光明的那一面。听起来倒是不错。老师教导过我，夜晚行走在这样的街上，是一件很危险的事。其实你们睡着的时候，我经常一个人在夜里行走。南安城的夏风很舒爽，我很喜欢。我知道，赤日几时过，清风无处寻嘛。唉，怎么了？林耀走了才发现，一直没有好好仔细瞧瞧这座城池，真是熟悉又陌生。哦，对了，白日里我路过糕点铺，才想起给白神医买过那么多次桂花糕，自己却没吃过，我就买了2块尝尝。给。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只是忽然想到，我们认识20年，这好像还是我们第一次这样悠闲地走在夏夜的风里，一边吃着桂花糕，一边说着一些漫无边际的话。好像是的，或许这便是行走在阳光下的感觉吧。喝醉了吧？
如今我们头顶上悬挂着高高的月亮。走吧。走。我先带青阳、雪薇回忆档案和安排此事，届时才是真正的走在阳光之下。新鲜的莲藕嘞，新鲜的莲藕啊！苏沐雨，我们的苏老板怎么不见了？他有事要处理，已经先回安河了。原来如此啊，难怪他近日忽然变得面目可亲，原来是要走了。已无大碍了。师叔若以后再遇到什么问题，传讯于我便是。师叔，百草就此别过了。哎，你别着急啊，正好到饭点了嘛，吃完饭再走呗。沐雨啊，一早就出门去了，应该是去买菜啊。告辞告辞，告辞告辞。药王着急离开啊！谷中有病人要诊，10万火急。师兄，马上到饭点了，吃个午饭再走吧。啊！今日立秋，应当要吃茄子，我打算亲自下厨。告辞，告辞告辞。宇哥，你茄子买好了？买好了。新鲜的。新鲜的。外面买的熟食总归没有家里做的健康。苏沐雨，你是不是又要做饭了？这不是立秋的习俗吗？习俗？什么习俗？立秋吃茄子。你给我远离厨房！拿来吧你！你把菜给我，不就是个茄子吗？就给你相信我，出不了什么岔子。鬼才信呢！我研制了新的配方，你快给我！哎，给我嘛！要是昌河大哥在的话就好了，就可以下馆子了。关于唐连月的事情，你确定他回了唐门，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蜀州？确切的说，是连唐门的大门都没有迈出过一步。他堂玄武使，虽不领官职，但有护卫天启职责。他只回了唐门一去不归，有几分意思。所以，一定是出事了。我们就去唐门提亲吧。你觉得如何？真的？自然。此去唐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至少在苏沐雨看来，很重要。说吧，除了这件事，还有什么事？沐雨说，研究药人的鬼医去了唐门，背后定是有什么阴谋，并且极大的可能是针对琅琊王的。而我想，唐连月和琅琊王关系密切，我们与唐门搞好关系，就是与琅琊王搞好关系。江湖嘛，多一个朋友就少一份危险。我们想要走在阳光之下，总不能没有朋友吧？青阳，你之前和雪薇去过一次蜀中，就由你们2人先行探路。遵大家长之命。任务结束还能够活着的，要带他回去吗？不必了。多亏死了，17号，欠你一只手，还你一条命，算你赚了。多少暗涌的情绪，不舍的挣脱。
漫漫长夜中寻觅，挣扎痛的17号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偷听到你们的任务点，死逃出来寻你，我来接你回家。那地方也能算是家吗？有家人等候便是家。你弟弟还在那里？如同宿命随波蜿蜒去着，谁能趟过黑暗的河？哪里会有彼岸憧憬一生唯一点光，倾尽颜色。辗转悲欢离合，恋恋不舍，思念在夜里醒着，心不由我，情字总无法逃脱。怎么总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？反正每次你都会及时出现，我狼狈点儿也没什么问题。鬼哭院的试炼马上要开始了，各家主唤我们回去。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。哪里会有彼岸憧憬一生唯一点光，倾尽颜色。想必你们已经有所了解，待会儿时辰一到，你们就会前往鬼窟渊。每组10个人，只允许留下1个。第一组86号、18号、74号、42号、34号、26号、17号。第一组的最后一位，63号、63号。谁惹了木秋兄啊？生这么大的气！穆子哲，你明知这2人是我苏家属意的，你这般行事，是要与我苏家为敌吗？别给我扣这么大的罪名，我可不敢。我只是在尽我总教习的职责罢了。职责？不把过强的2个人放在同一组，这是3家都默认的。你就不怕我上报提魂殿吗？等他们情深意重，把彼此看成兄弟的时候，再让他们自相残杀。活则在一起，不要走散了。看起来也没有办法与你走散了。全都来了。
谁都知道你们剑术高超，与其1对1跟你们单打独斗，还不如合力把你们都杀了。我们剩下的再斗，还有几分生气。那便来吧。八戒之，刀剑合十，攻守皆备，决一切生机。要生死战，唯有一途，一二入局。我为尔。要破八节阵，唯有牺牲一人才能找到突破之口。我们2个同时上，算怎么回事？我知道，我来。有神月之下，残风冥冥中相那我走了。回头望云都乱嘎，闭上眼，月暗之上，谁觉家乡典礼长空，任空出世，扭转乾坤。风雨小子里跟山走，在我脚下，我不寻根。借一生不爱也不恨，经历穿越大河，众生一夜的人满泪痕。你留了珊瑚中身份，请忘记我是谁，因我也是我们。三五一生死地将无知群像，向这里出滔滔，而雷不活动，风起此番风云比天真高，江州北风光临千万顷，一流水沙背负大江，心要几万里。刀光剑影出鞘，一拨好人仰天长啸，手如履薄冰，谁弹起恨你，传至光明无悔，脚下不生绿。只剩我们2个人了，所以，你疯了吗？你这疯子，停下来！我跟你说过，你的恩情，我迟早会还的。我不需要你还。你此前替我做点灯童子的时候，已是还了。暗河的规矩，10个人只有1个人能走出鬼窟园，成为3家之人。你若不成我的情，我们2个人都得死。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我去和他们说，他们享有最顶尖的资格，而我们俩是他们这些年里遇到最好的种子。他们不会愿意就这么失去我们的。你太天真了。
你把手放开！你把手放开！只要足够强，便有资格天真。谁醒了？啊，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梦到一些很久以前的事儿。邪魔外道，无尽无身。我们是邪魔外道，难道你们要修仙人掌？不过是些魔障，看我一剑斩了你们！不好！大家长，人在虚弱时，邪气便会找机会侵染人的身子，做噩梦是正常的事。大家长不必担心。大家长可还安好？毛头，是。神医啊，你此生救过多少人？这我哪里记得得？加上唐二老爷，我此生杀过832人，很多人，我甚至不记得他们是谁，但心底里总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，那是我杀过的人。其实我不怕这样的梦。当他们出现的时候，我会拿起手边的剑，将他们斩杀得一干二净。我既然杀得了他们一次，那么自然我能杀得了他们第二次、第三次，无论是梦境还是现实，都不会有任何区别。但这一次，当我拔剑的时候，发现手里的剑已经断了，需要让沐雨快些回来。难道
大家长就不害怕他在这个时候背叛你吗？不会的。哎呀，坐了许久的马车，累了。小长河，你这个样子能追到鹰，你到底是什么安排啊？追得上，大家长此行北上，无非就是想拖延时间，按照他的手段。老爷子有没有事儿我不确定，但是我们这一批跑腿的，定是要被他清算。所以在我这儿，大家长必须死。然后呢？我对于苏沐雨的安排应当已经到了，让他见见几个故人，拖延一下他追上大家长的时间。驾！昌黎，宇哥，好久不见了。昌河派你来的。啊，是大哥让我来的。他说让我拦住你，实在不行就哭到你心软。他是不是觉得我不会杀你？他自以为能猜透我的心，可我杀过这么多人，我也有无法控制住自己杀心的时候。若我想杀你，你早就死了。驾！宇哥，老师，你口中的老师这2个字，放在我的身上，我可不敢当。苏轼先生，许久不见了，苏沐雨。昌河为了拦住我，居然把你也请来了。不必怪昌河，是我自己想来的。我想此事之后，或许我们便没有相见的机会了，就自请来此见你一下。顺道下一局棋。我在赶路，没有时间。若有机会再见先生，回到暗河，我定去藏书阁拜会。若我没有做到让你下完这局棋，昌河或许会杀了我。先生来此，是想劝我和昌河联手。你们是暗河这100年来最不可思议的搭档，一起联手破过许多危局。这一次，我相信你们一样可以做到。我听昌河说，4年前你们做过一个决定，他当上苏家家主，你当上大家长，成为执掌暗河的新主人。那他有没有说过？我并没有回答他的决定。大家长他值得你这样做吗？这个问题的答案重要吗？沐雨，当你用一个问题来回答另一个问题的时候，
就代表你的内心并不坚固。可这问题没有答案，只有选择。我在苏家待了将近10年，昌河与我更是从同一座炼炉当中走出来的师兄弟。准确的说，我们都是家人。昌河那样的人，可不会把老爷子他们当作家人，他只是把你当作家人。可如今我是魁，我的父亲曾教过我，承诺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。先生您也说过，没了承诺，收了钱的刺客便会因为更多的钱而转头去杀自己的主顾，那么到最后秩序变乱了，刺客便没有存在的理由，暗河也没有存在的必要。你很聪明，但有时候太过于执拗了。已经沦为杀人的棋子，若心中还不存在点执拗，那么活着也像是死了。先生，你败了，告辞。宇哥，你赢不了的。三家家主对大家长这个位置觊觎很久，这个机会他们不可能放过。即便大家长最后把生医好了，他们还是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杀了，这是个必死之局。即使死局，那么昌河他到底想做什么？他想改变暗河，跨过暗河，便能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不再是长夜，而应有光明。和我们联手吧。大哥的意思是让大家长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死掉，死之前他把绵龙剑传给你，你执掌暗河，而他则去扫清苏家的障碍，成为苏家家主。到时候其他2家再有不满，你们便联起手荡平暗河。宇哥，抱歉，我有我的选择。大哥说了，若你拒绝，那他就自己当这个3家之主，到时候不管谁挡在他面前，他都会杀死，包括你，他这一生最好的朋友。沐雨，道阻且长。行则将之。驾！先中毒再解毒，以身试毒。倒是有种不疯魔不成活的意思。只是我不太明白，为了几张银票，神医愿意为我以身试毒？自然是不愿意啊，我又不傻。不过我有一个办法，既能感同身受的了解大家长体内的毒，但同时又不会死。什么办法？移魂大法。药王谷的秘术移魂大法，若是一旦对某人施用此法，就能和他无感共识。他的过往和此刻的想法，都无法逃脱施用者的眼睛。若是遇到意志薄弱者，甚至能彻底占据他的意识。我初听到此门功法，还曾感慨，这哪里是医术，分明是邪术。确实，医者行医，治的是人身体里的毛病，而移魂大法却能治人心病。不过我这次对大家长施用移魂大法，为的是彻底去除你体内的毒。至于大家长你心里想的那些嘛，我可以试着不去看。
若是一旦施用移魂大法，那我的性命自然是全在我白鹤怀的掌控之中了。届时只要我想，可以随时杀死大家长。我想试试。大家长能活几日就让他活几日吧，反正我们抓紧时间找机会，先把那小神医给杀了就是。大家长和那个神医有弟子麝小保护，你那么有信心？哎呀，我派人传了封信，去向了北面那座皇城，里面有一个人出身唐门赫赫有名，是唐二老爷最亲近的弟子。九江琵琶亭内3道暗器震惊天下，是可以与司空长风、百里东君等人齐名的高手。唐灵月，我不知道大家长为什么要杀唐二老爷，但我知道唐二老爷死了，最想报仇的人一定是唐灵月。护送大家长离开，快！是。难得有片刻喘息，又要赶路逃命了。等你治好我，便无人敢来了。找到你们了，暗河。龙须真，你是唐门的人？唐门，唐连月。唐连月，原来是天启城4守护之一的玄武使啊！我要找的人不是你，你们大家长在哪？我要见的。纵然你是玄武使，但这里一不是天启城，二我们暗河也不听朝廷的指令，大家长岂是你说见就能见的？我并不是以天启城玄武使的身份来的，是以唐门弟子的身份而来。你们暗河的大家长杀了我们唐门的二老爷，这笔账我来负责清算。这个消息玄武使是怎么知道的？如果是子虚乌有的事儿，那该如何呢？想必你们大家长早就走了，留你在此处断后，与我说这么多，不过是想拖延时间罢了。想走？急！